欢迎收看第1088期北京不静音。今天我们来好好聊聊中国的石油问题。最近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大家都知道，我们假想一种最极端的情况，如果中国一滴石油都进口不进来，会不会有问题呢？那最近高志凯对此有这样一番言论啊，我们先听听他怎么说。我们最大的能源储备是什么呢？是煤炭。如果最坏的事儿发生了，比如说外国的油一滴都不能运到中国去，那中国怎么办呢？你以为中国会瘫痪吗？不会，中国有用不完的煤炭。所以呢，中国如果说在没有别的选择的情况下，单靠使用煤炭就能够扛过来，这点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另外，现在中国每年国内生产的原油有2亿多吨呢，就是差不多有14亿桶左右啊。如果说最坏的事儿发生了，大家听我说，中国国产的油完全能够支撑住中国的国防和军事用途和一些最关键的。那剩下的怎么弄呢？中国在大力推动，比如说这个电动汽车清洁能源等等等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希望和平，我们是希望世界的能源都是能够畅通的。但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岛外，如果觉得中东的战争或者其他任何的，比如说天然气、原油的封锁，就会把中国给逼到绝路上去，那是痴心妄想，不可能的。中国在能源安全方面，由于我们有多种的能源来源，你一点都不用为中国感到担忧。而且呢，中国现在在方方面面，我认为在世界上是处境最好的，因为即便是世界经济进入衰退，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能源危机席卷全球，我认为中国能够有定力，我们能够站得很稳。所以这一点的话，针对日本也好，针对韩国也好，针对我们中国的台湾省也好，我觉得差异是很大的。中国才是当今世界最有信心、最有定力的一个国家。这个不是自己说有信心有定力，就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啊。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高志凯这番言论有没有在胡说八道。首先我先说一个结论啊，煤炭是不能够代替石油的啊。我给大家分析为什么。首先功能不同啊，煤炭的主要功能是发热啊，你烧煤啊，所以能干嘛呢？发电、供热啊，炼钢。但石油不一样啊，石油是高能量密度的一种液体燃料，所以它比较容易储存、运输啊，它就特别适合卡车用啊、飞机用、船舶用、大规模的军事机动以及全国的这种物流体系啊都需要。还有呢，石油是整个化工体系的原料啊，你比如说塑胶、化纤、合成橡胶、润滑油、化工溶剂啊，一部分的化肥以及精细的化工产品啊，你都需要用石油当做这个原料啊，煤是不可以的啊。当然了，煤也可以做一些和煤有关的化工，甚至可以做出这个煤制油，但问题就来了，成本很高啊，工艺很复杂，污染很严重，规模扩张的很慢。而且一些高端化工产品是没有办法平替的。那还有个原因，整个的转换成本太大。什么转换成本呢？就是你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是按照石油这一套体系设计的，不是按照用煤炭替代石油来设计的。所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能源替代问题了，而是整个工业文明的底层架构问题。那中国也是按照这一个底层架构建设来的，所以不是高志凯说能替换就可以替换。好，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石油资源结构啊。2025年中国的原油产量是2.16亿吨，那么不够用啊，还需要进口。进口多少呢？约5.78亿吨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也就是说大概70%要依靠进口。那么中国的炼油能力是每年9.39亿吨，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产出9.39亿吨的油啊，它是说我需要有这个原油进入到我整个这个体系链里面，然后我可以处理9.39亿吨的原油，
然后去生产出来刚才我说的这些化工产品啊等等啊，整个这一套体系。所以那你这个链条是需要有这个原油进来的啊，如果你进口不来这么多的原油，你的整个的体系是没有办法运转的，对吧？好，那我们的储备有多少呢？中国现在石油库存大约是9亿桶啊，这个不是吨啊，是9亿桶，大约相当于1.2亿吨，也就是相当于78天的进口量。也就是说，如果从今天开始，中国一滴油都进口不进来了，78天之后就会把这个库存消耗干净了啊。那么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好，我们再来看看啊。所以有一个问题了，中国可不可以完全不进口石油？因为自己不是还有2亿吨的产量吗？每年。那这就逼着中国要进入一个叫做战时极限模式。进入这个模式呢，中国自己的这个2亿吨的产量啊，会优先的满足军队、电网啊、一些粮食生产、医疗，还有一些警务系统啊，就是维稳系统啊，这个可以啊，可以这么运转，这是极限的战时模式。但是民用交通啊、航运、化工、塑胶、化肥、物流、制造业等等，就会被大幅的压缩。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经济活动，那这才是关乎于每一个中国人啊每天生活你要面对的问题是这个。好，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石油进口啊，你就必须要进口啊。那么中国目前大约有50%左右的石油来自中东，这其中呢，沙特14%，伊朗11%。伊拉克10%，阿曼7%，阿联酋6%。那剩下50%呢，就来自于除了中东之外的其他地方啊，比如说俄罗斯20%，这是中国最大的这个石油进口国了。非洲有9%，巴西6%，美国2%，委内瑞拉2%。好，那我们来看看，现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都出问题了。那来自这2个国家的石油进口能不能被替代呢？先说委内瑞拉，大致是可行的，因为量小啊，只占中国进口石油2%。那你可以从俄罗斯多买一点啊，或者从别的地方多买一点啊，这个是可以大致可以替代的。但是伊朗不太可行，11%的量，是吧？而且伊朗的油呢，是目前中国炼油厂的重要的这个低价来源，那你替换成别的地方，你价格就上去了，各种成本就上去了。比如说，如果你替换成俄罗斯啊，有人说我们跟俄罗斯关系很好啊，我就伊朗这11%的份额，我全从俄罗斯进口，行不行？那你就面临了一个是量可不可以保证，价格能不能保证，还有运输的成本，你到这个炼油厂整个适配的成本。以及你可能面临一个国际制裁的问题，一连串的问题，而且这是你单方面的啊！你觉得那我给钱我还买不来俄罗斯油吗？那不一定的，俄罗斯不一定愿意增量，然后便宜的卖给中国。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对吧？而且你如果把这一部分全都从俄罗斯进口的话，那你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石油依赖就从现在的20%一下攀升到31%，甚至更高，就是中国整个石油进口的1/3了。那这是另一种依赖，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啊，我们再来回头看到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啊，全球的海运石油贸易1/4以上要经过这个海峡。那当然就不止中国一方受这个影响了，日本的影响更大。日本约90%啊，有一个数据说是95%啊的原油进口都来自中东。当然我们知道中东的这个石油出口也不是说100%必须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些别的通道啊，但是这个海峡还是很重要。那么日本现在也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把美国抬升为一个更重要的能源战略伙伴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两国领导人签约，高市早苗和川普。但这个事情呢，
它不是一个一竿见影的事情，它不会这么快的就解决日本对于中东的这种石油依赖。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这个为什么？首先，我们看到美国的石油出口的数据是这样：2025年，就美国自己原油产量是每天呢大概1360万桶一年大概约6.8亿吨，这个是它自己的产量美国不需要进口石油的，它自己就够用，那它还可以出口。出口呢，它现在每天大概能出口400万桶一年呢就是出口2亿吨。那这2亿吨里面呢，其中欧洲占到一半因为也很近那日本只占约3%，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签约后面，日本会更多的从美国进口这个石油。那中国从美国进口石油多少呢？只有0.0%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是你买不买都无所谓，我可以卖给别人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儿来分析高志凯的这个话是夹杂着很多的问题的。中国短期内进入一个战时体系是可以靠煤炭来充当一部分石油的功能，去挺一段时间，但是付出的代价很大，你的整个工业体系，你的整个民生都会被拖累。长期石油是不可能替代煤炭的，而中国自己的产量每年2亿吨你也很难提升，你必须要依靠进口。这个进口你从全世界去抓这个石油，对吧？但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完全控制的话之后，那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从这个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川普有可能会延迟对中国的一个访问，实际上这是拿捏住了拖得越久，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的这种话语能力就越强。它不是说没有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而是说我打算付出多少代价，以及我拖延一点去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反而对美国是更有利的它在多方的谈判中都可以占据更有利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都理解的美国的一个阳谋但是中国对此其实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像高志凯这样说一些我特别自信我特别不怕，说一些这些话给自己打气，但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今天节目里给大家分析。好，感谢收看、订阅、分享。